内战硝烟四起，解放军在东北4处出击，打响了辽沈战役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在苏鲁皖一带发动了淮海战役。解放军势如破竹，国军兵败如山倒。这2大战役过后，天下的归属已初见端倪。红色传奇系列之解放终极即将播出。1948年秋，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东北解放军已拥有该地区97%以上的土地和86%以上的人口，并控制了95%的铁路线。由于北宁铁路若干地段和营口为解放军所控制，长春、沈阳的国民党军通向关内的交通已被切断，补给全靠空运，物资供应不能满足需要，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。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，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。1948年9月，蒋介石决定在东北采取集中兵力、重点守备，确保沈阳、锦州、长春相继打通北宁路的战略方针，并合东北。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军10万防守长春，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。另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军15万防守易县至山海关一线，重点为锦州、锦西地区，以确保同关内的陆海联系。另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军30万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，确保沈阳，并相机支援长春、锦州。1948年9月7日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，东北野战军南下后的攻击重点应指向北宁路上的重镇锦州，而置长春、沈阳两地于不顾，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，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。中央军委一再强调，攻占锦州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。东北野战军在司令员林彪、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挥下，于10月9日发起锦州外围作战。10月10日，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开始出援，并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。林彪把塔山阻击战的任务交给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、第11纵队和炮兵旅等8个师，由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统一指挥。塔山阻击战恶战6昼夜，东北野战军阻击部队打垮国民党军数十次冲击，成功地阻止了东进兵团前进。东北野战军于10月13日肃清锦州外围守敌后，于10月14日10时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。经过31小时激战，攻克锦州，全歼守敌10万余人，并生俘范汉杰。就在东北野战军围攻长春之际，10月18日，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3次飞赴沈阳，企图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即将覆没的命运。他命令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，命令徘徊于张武、新立屯地区的廖耀湘所率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，企图南北夹击，归附锦州，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，另以1个军南下抢占营口，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道路。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，指挥这一总撤退行动。中共中央军委得到这一情报后，立即批准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提出的建议，决定放弃攻打锦西、葫芦岛的计划，而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诱至新立屯、黑山地区，予以围歼。
10月19日，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，充分肯定他们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，同时提醒他们仍然要考虑在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部署兵力，以免在蒋介石、卫立煌从营口撤退时措手不及。10月20日，毛泽东在西柏坡农家小院连续给林彪发出3封电报，做出歼灭廖耀湘兵团并防敌从营口撤退的周密部署。林彪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，编织好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天罗地网，以第10纵队并指挥第1纵队第3师内蒙骑兵师进至黑山、大虎山一线，组织坚守防御，阻止廖耀湘兵团南逃和再战锦州。张武西南地区的第5纵队和原在张武以北的第6纵队进至黑山东北厉家窝棚、姚家窝棚、郑家窝棚一线，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。主力第2、3纵队、第7、8纵队与第1纵队及炮兵纵队分头向辽西急进，打法是拦住先头，截断后尾，夹击中间，歼灭敌人的西进兵团。南满独立第2师进入营口，阻止敌人占领营口。第1兵团率第12纵队和11个独立师，除留必要兵力于长春外，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，拖住沈阳敌人。第2兵团指挥第4、11纵队等部队，仍应在塔山一带阻击敌人北援。东北野战军编织的这个天罗地网，已经把廖耀湘前面的3条路都堵死了。廖耀湘不管是西攻锦州、南退营口、北逃沈阳，都已无路可走。毛泽东十分满意林彪制定的作战计划，复电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，完全同意你们歼廖兵团及其他各项部署，并无补充意见。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，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于10月20日10时下达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命令。林彪、罗荣桓急电在张武、新立屯地区监视廖耀湘兵团的第10纵队，在黑山、大虎山选择阵地，构筑工事，阻击敌人，掩护主力到达后拒歼前进之敌。10月23日清晨，廖耀湘先头部队沿新立屯、方山镇南下，直逼第10纵队前沿阵地。10月24日，廖耀湘以5个师的兵力，在200余门重炮和200余架次飞机支援下，向黑山、大虎山长25公里阵地正面展开猛烈攻击。黑山、大虎山阻击部队经过5天浴血奋战，胜利地阻击了廖兵团的前进。10月26日，东北野战军主力自锦州地区星夜回师，完成了对廖兵团的合围和分割。到10月28日，东北野战军全歼廖兵团5个军、12个师、10万余人，俘兵团司令官廖耀湘。国民党5大主力的新1军、新6军全军覆没。廖耀湘兵团被歼后，卫立煌奉命从沈阳乘飞机逃走。东北野战军乘胜迅速分多路向沈阳、营口猛追急进，于11月2日占领沈阳、营口。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。11月9日，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，东北全境解放。在辽沈战役中，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.2万余人。到1948年11月，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。至此，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，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。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，
近100万人的东北野战军成了全国战局中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。随着这支部队投入关内其他战场，必将加速革命战争的胜利。峥嵘岁月里，共产党人以热血与执着照亮民心，在黑暗中引领中国前程。和平时代下，共产党人以智慧和创新紧系民心，在浪潮中绘就崭新蓝图。红色传奇将追慕崇高，感悟辉煌，共建和谐，远征齐心协力。人生自有境界不同，华灯初上，喧嚣渐隐，意兴阑珊。纪录片栏目《传奇中国》璀璨呈现，传奇从现在开始，看中国。早在辽沈战役结束前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开始筹划另一场战略决战——淮海战役。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，东起海州，西至商丘，北起临城，南达淮海广大地区进行的。参加这一战役的有华东、中原2大野战军和华东、中原2军区，以及晋察鲁豫的部分部队，共约60万人。济南战役后，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周围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。由于这一地区国民党军仍占有相对优势，因此如何夺取徐州，就地歼敌，就成为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员所共同关注的问题。当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，主张进攻并歼灭淮阴、淮安和海州、连云港地区的国民党军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。10月11日，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，再次重申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，并要求1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，从东面和北面威逼徐州，使邱清泉、李弥2兵团不敢全力东援。10月22日，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在攻取郑州后即全军东进，与华东野战军紧密配合，孤立徐州。11月上旬，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战场变化的情况，采纳华东、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，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，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继续攻击黄百韬兵团，而后以主力转击金浦路，以中原野战军主力迅速攻占徐州以南的战略要地宿县，控制徐州至蚌埠间的铁路线。两军协力力争歼灭刘志集团主力于淮河以北，而后再歼灭其余部于长江以北。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指出，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，此战胜利不仅长江以北局面大定，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。为统一领导和指挥淮海前线作战和之前工作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、粟裕、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，
由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为常委，临时处置一切。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。11月6日，淮海战役正式开始。华东野战军13个纵队分兵南下，兵锋直接新安镇。新安镇位于陇海铁路东段，距离徐州100公里，是徐州乃至整个苏北地区的门户。黄百韬第7兵团坐镇于此，它的西侧是位于曹八集、碾庄一带的李弥兵团，东侧是海州的李延年第9绥靖区。根据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，黄百韬准备尽快率部离开驻地新安镇，向徐州方向收缩，与其他兵团抱拢。然而，此时他接到刘峙的命令，原本驻扎海州的第44军即刻划归第7兵团建制，等待第44军到达后再行西撤。11月7日早晨，第44军终于抵达新安镇，黄百韬立刻下令部队向徐州进发。当晚，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就冲到新安镇。此时，粟裕下达命令，各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不怕死亡，不怕打乱建制，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，务必追上，全歼黄百韬兵团。黄百韬的第7兵团主力已到达碾庄，碾庄一带本来是李弥兵团驻守，由于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唯恐徐州有失，慌忙电令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3个兵团回撤到徐州附近，以防万一。随着李弥兵团向徐州收缩，第7兵团在碾庄孤立无援。11月8日。中共地下党员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、张克侠率3个半师约2.3万人起义，徐州东北大门洞开，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迅速南下，通过起义部队的防区，截住了黄百韬第7兵团的退路。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随即赶到，将黄百韬第7兵团结结实实地包围在碾庄。11月11日，碾庄的战斗正式打响。粟裕用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，7个纵队阻击由徐州前来的增援之敌。从黄百韬兵团被包围的那一刻起，蒋介石就命令邱清泉、李弥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，救援黄百韬。同时，蒋介石命黄维兵团向徐州开进。刘汝明、李延年兵团在蚌埠集合，沿津浦线北上。11月12日，在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亲自指挥下，邱清泉、李弥集中了5个军、12个师的兵力，配备坦克、火炮、飞机，由陇海路南北2侧向碾庄推进。邱李兵团遇到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。与此同时，华东野战军加紧了对包围内黄百韬兵团的进攻。到11月22日，华东野战军全歼第7兵团，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。正当华东野战军一部包围黄百韬兵团苦战，一部正在拼死阻击东进的邱清泉、李弥兵团，再也无力分兵。此时，蒋介石命令黄维第12兵团约12万人东进解黄百韬兵团被围。1948年11月13日，毛泽东电令淮海战役总前委，中原野战军要不分昼夜、不惜疲劳，兼程前进，要追上正在机械化开进的黄维兵团，坚决阻其东进。11月18日。仅靠徒步行军的中原野战军1纵，在安徽蒙城涡河沿岸与黄维兵团正式交锋。黄维兵团以王牌18军为前锋，炮火开路，坦克群攻击，强渡涡河，攻占蒙城，一路打到临河南岸的南平集渡口。就在黄维兵团继续北进渡口的时候，11月22日。黄百韬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全歼。
11月22日，黄百韬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全歼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淮海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都在思考下一个围歼对象。1948年11月23日，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和粟裕、陈士渠、张震发电，提出应该先围歼黄维的主张。11月24日，毛泽东复电刘陈邓，并告粟、陈、张：一、完全同意先打黄维；二、望粟、陈、张遵刘陈邓部署，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；三、情况紧急时机，一切由刘陈邓临时处置，不要请示。而此时的黄维兵团，其司令部已经进驻南平集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，准备继续北进至安徽宿县，以期打通徐蚌铁路。然而，在华东野战军的全力配合下，中原野战军已经把围歼黄维兵团的口袋阵部署完毕。到11月25日下午，黄维下令12兵团向固镇转移，同李延年兵团会合。当晚，12兵团夜宿双堆集。当黄维率部到达双堆集时，附近的老百姓大多已跑光了，仅剩下空荡荡的土墙和茅草盖的小房。12万人不仅无法征集粮食，就连燃料、饮水和饲料都极为难寻。黄维得知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，急忙向南京的蒋介石呼救增援。蒋介石电令黄维利用武器装备优势击退解放军进攻，固守待援。虽然蒋介石下令让黄维据地据守，但又觉不妥，命令黄维趁中原野战军立足未稳，全力向东攻击，与向西接应的李延年兵团会师。11月27日，中共地下党员、国民党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，一时间，国民党军军心动荡，上下相互猜疑。在徐州的杜聿明见黄维兵团被围，刘汝明、李延年兵团北援无望，而自己又处于华东野战军的战略包围。11月30日。杜聿明一声令下，国民党军3个兵团约30万人涌出徐州城，向西撤退。淮海战役的形势将会大变。12月3日上午，杜聿明接到了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：坐视黄兵团消灭，我们将亡国灭种。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，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，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。至此，淮海大战的局面又为之一变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相距60公里的区域内包围了2个国民党重兵兵团。而与杜聿明同时被蒋介石严令北上增援的国民党李延年兵团，距离黄维兵团被包围的双堆集只有40公里。因此，能否尽快吃掉黄维兵团，就成为淮海战役第2阶段中的关键。但是，黄维兵团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本来10天消灭对手的中原野战军激战了8天，可对手仍在双堆集拼死抵抗。为迅速歼灭黄维兵团，从华东野战军调来2个纵队，以加强攻击力量。12月6日下午4时30分，总攻准时打响，解放军近20万官兵向双堆集发起攻击。此时此刻，杜聿明率领的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3个兵团在陈官庄、青龙集一带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了。12月6日，孙元良率16兵团孤军突围，孙元良逃脱，1万多人被歼，余部重新返回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。
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。12月15日，黄维兵团4个军加1个快速纵队12万余人全部被歼，兵团司令黄维被俘。李延年、刘汝明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，立即全线后撤，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影。至此，在中原大地上，华东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面对的是不到20万人的杜聿明集团。就在粟裕计划分割包围、全歼杜聿明集团时，1948年12月16日，毛泽东在西柏坡发来暂缓攻击的命令。原来，这时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在西柏坡筹划平津战役。为了稳住蒋介石、傅作义，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，中央军委决定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。陈官庄距离当年项羽兵败垓下的古战场仅100余公里，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在陈官庄的近20万大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饥饿的威胁。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军，粮食弹药只能靠空投补给。从12月19日起，这里下起了少见的大雪，整整下了10天。断了空投的国民党军彻底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，其官兵整排、整连甚至整营向人民解放军投诚。1948年11月6日，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下达了总攻命令。华东野战军分为3个集团，从东北南向杜聿明集团阵地猛攻。经过4天激战，于1月10日全歼邱清泉、李弥2个兵团，约20万人，俘杜聿明，击毙邱清泉，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。至此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。在淮海战役中，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，歼灭国民党军55.5万人，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队5大主力中的第5军、第18军。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、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，使国民党反动政治中心的南京、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，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